我自己第一次穿越的时候，到后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了，我就说我之前有没有就是和谁有过过节，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儿，结果就有很多很多人出现。我天哪！对，有很多很多人，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元神宫这一专业术语，在一个山顶上，我就看到我元神宫下面漫山遍野的上来很多人，像老鼠一样就窜上来，然后到我面前化成人形，光着身子，就是抱着头。我是先在国外被大家接受的，被大家看到，包括之前有获奖的经历也是国外的，然后展览也都是在国外做。至少在我的照片里，我不是刘思林，因为我想象了我是谁谁谁谁谁，我创造出来这个人。在中国，尤其我这一代人，你读了一个好大学，不代表你就读书很多，你只不过就是聪明或者学习好而已，或者说你更适合应试教育。所以我认为，就是艺术院校看到的天空就只有艺术。那种创作的很生猛的状态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状态，就是还有就是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背景，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大概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西方的流行文化对我这代人影响是超级大的。前2年焦虑的太严重了，就是你把所有的道路都想了，但你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好，就不像小的时候。就是世界给你呈现出一副有希望的样子。我觉得你这个经历其实也挺特别的，尤其是当我听说你在故宫工作，故宫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首先它就是在北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位置，然后一个相对特别古老的一个整个氛围吧，所以我感觉氛围也会比较的保守传统一些，但是你的另一个身份，其实你是一个艺术家，你在做摄影艺术，你做的那些艺术就是其实挺先锋的，挺那个什么的，就是就这种对反差挺大的，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也不知道，我甚至在我工作的前几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就是选择故宫了，然后我感受到有特别大的撕裂感。然后我也挣扎了很长时间，我甚至还算过命，我为什么会去故宫？这算出来结果是什么呢？就他是这个扯得有点玄学了，没关系啊。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奇门遁甲，然后呢，他是可以带你穿越，你自己去探索这个答案。我理解他有点像心理咨询里面的催眠。对，但是他我有朋友做过催眠的，然后跟我讲过很多也特别奇怪的事情。对，我能接受这个穿越的方式，也是因为我接受过催眠。我在17年的时候，就是我上班1年以后，我就接受了1年的心理治疗。当然这个心理治疗不是创伤型的，它就是普通人都可以去做的。所以我对那个催眠的过程非常的熟悉。所以我理解他这个事儿很像催眠，我就尝试了一下。而且我自己的作品，大家不都说这个是穿越吗？对，所以我就说那我就穿越一下。这个过程当然有这个道门里面的一些法术了。但是你的感受就好像你被催眠了。但是你所看到的画面当然不是眼睛，就是说你脑海里面所浮现的画面，你去到的地方，见到的人，得到的答案，问的问题，这一切都不是你自己能够想象的出来的。
哦，但其实也应该是在你潜意识层面里的一个东西。我在是心理治疗的那个催眠里面，我觉得是潜意识之下的一些东西。但是这个奇门遁甲的这个穿越吧，它给你就是你获得的信息，完全不是你的潜意识、你的意识、你的认知能够获得的东西。那你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很多人的故事，所以我就发现就是我自己第一次穿越的时候，到后面我觉得我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了，我就说我之前有没有就是和谁有过过节，做过对不起别人的事儿，结果就有很多人出现。我天哪！对，有很多人，然后因为我的这个元神宫这一专业术语，在一个山顶上，我就看到我元神宫下面漫山遍野的上来很多人，像老鼠一样就窜上来，然后到我面前化成人形，光着身子，就是抱着头蹲在地上，男女都有，基本上是男的。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就是说可能神给我一个画面，我就会明白我和他们是什么关系。我感觉我可能某个前世是一个这个打了败仗的什么什么首领，我可能对不起很多人，然后就这样。我以为是爱情方面的很多。不是不是没有吗？没有没有。然后然后我跟他们和解，我就说你们就是我向你们道歉，我们以前有什么过节，就希望就此翻篇儿，然后希望你们离开我就离开我的这个地方。然后他们给我传达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地方去，我们只能在这儿待着。然后我当时就哭了，我觉得他们特别可怜。我就发现就是人在不断的轮回当中，我们此刻包括我们相识谈话，我们做一个节目，你不知道是之前我们有一个因，今天结了一个果，还是说今天我们种了一个因，未来还有一个果。对，所以所有事情都在无尽的这种轮回里面，你想从这种轮回里面就是很清晰的走下去，或者是认识到自己的处境，非常难的。然后也有特别抽象的问题，比如说我为什么会做艺术？艺术对我来讲到底是什么？然后我为什么会去故宫工作？因为我自己也解释不清楚，什么都有。那他回答了吗？关于你为什么要做艺术？会请一个神来回答，有的时候也不回答你。像我为什么会做艺术，我就记得我问了3次，神都没回答我。这是我唯一一个无解的问题。但是其实我看你在一些采访里有一个你说过你想出名。那应该是我很小的时候的采访。对。我回答我想出名，其实是，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10年前，当我刚开始做我作品的时候，我感觉我的人和我的作品是统一的，就是我把我全部的这个愿望和我自己的积累都放在作品里面，所以我跟很多名人在一起的时候，我渴望是。因为我是一个普通人，我渴望用一种艺术的简单的甚至是游戏的手段就能和他们比肩在一起，所以我说我希望我也能出名。如果我真的能通过这个行为出名，我认为我的作品是成功了。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无处不在这个系列，对吧？对，但是当时也做了。那你现在还在做这个？现在还在做。我在想，就是我这种形式的作品都属于我无处不在。我可能会另起具体的名称，但我认为都属于这个系列。我现在新的作品，我认为也属于这个系列。但是叫别的名字吗？对，因为它会有一些变化，我会起更具体的名字。因为我之前的作品就比较简单，就是单一的我和一个人的合影，所以它没什么可起的。比如我和毕加索，是吧？这没什么意思。但是现在作品更复杂了，它就会有一个。每一个都有一个更独立的主题，但是这个手法仍然是就是还是穿越，就是我和我不可能在一起的人和时空放到一起去。
那你能不能讲一下这个过程呢？就是说你做这无处不在这其中的一个系列，你是怎么从开始构思一直到完成？比如说一张照片的这种跟这个一个名人合在一起这种。就这个整个作品的开始，就我大学快毕业的时候，因为我本科学摄影，快毕业你肯定要做毕业创作嘛，但我做毕业创作之前，我自己的第一个创作是我和我妈妈年轻时候的合影，然后我老师就跟我说，我说我还能把这个做下去，他就说你妈只是你一个人的妈，别人可能并不会就受到影响这个意思吧。然后我就思考，说我想做更多我和就是我比较敬佩的女性站在一起，然后就从这儿开始。最早做了一些中国的女性的名人，比较古老的。第一个是谁？第一个是宋美龄。然后林徽因、张爱玲这些人。到后面就不同的身份了，就不分性别、不分职业，就是一些总体归纳就是大众的一些文化符号。对，太多了，一共有多少呢？其实也没有多少，有20多，20多。对，有发表的有20多，自己还有一些，就是一些就是超级的这个符号，我知道卓别林，然后那个什么爱因斯坦、毕加索，对，还有什么维达卡洛，对啊，梦露，对。对，然后你最喜欢的是跟谁呢？我呀，就是我都挺喜欢的。没办法说我觉得拍摄过程我最喜欢的是我和梦露，就是还是我和一个因为梦露她那张照片是她坐在一个私密的空间，有一个沙发特别的舒适，然后全都是爱慕者追随者的信，铺的到处都是，然后她本人也特别的性感的穿那个照片其实挺少见的，还不是就是传的最广的一个，对吧？因为我挑他们照片都是挑大家比较没有见过的，我觉得比较有发挥空间吧，就是你可以去构想你和他的这个故事。对，如果是大家都特别熟悉的，你很难打破大家的这个印象，就是给你留的空间非常少，你好像怎么做都不对。所以我更愿意选就是他们不太为人熟知的一些瞬间去做。另外我觉得就是你特别有意思，有一种反思，不是说顺着那张照片的，首先挑选的照片都是比较少见的，然后比较生活化就是场景化的，而不是那种摆拍的，对吧？个人的。另外就是说你跟那个人的状态就是状态不一样，然后就会形成一种反差，特别有意思的。对，就比如说像跟戴安娜的那张照片，要翻白眼，对吧？对，因为我做每一张照片，其实，我觉得技术就挺简单的，就大家说就是 PS，但是我自己准备的很充分，因为我就把它当成电影去构思，就是我会想我和这个人是什么关系，在一个什么样的情景下。照了这张照片，对，就这一些，因为我如果没有这些思考的话，我没有办法决定我穿什么，我什么动作、什么表情，我怎么拍，我是谁，就是我也知道我是谁，对，如果想象不出来我是谁，我是他的谁，我就没办法做这张照片。对，其实你做这个工作就是演员的工作嘛，我觉得，其实包括好的演员、好莱坞的，他们说，因为这个电影有时候会，比如说只展现这段故事，就3天、1周或者3个月。但是好的演员他会把他前面的这故事发生之前，甚至到他童年出生的时候都设计好，然后包括后面他一直到死的一个状态，然后再把这所有的这个经历都塞到这3个月里，
或者有的电影就1天，那这时候他的这个角色就会特别丰富，特别的厚重。其实你做的也是这种工作是吧？对，就是就是跟演员做工作很像，就在至少在我的照片里，我不是刘思林，因为我想象了我是谁，我创造出来这个人，就是因为有我的这个想象，我才能拍。就像这个演员说，他把他的这个就是他要把这些因都想清楚，然后这3个月只是中间的一段人生的过程，他之后怎么样，他何去何从，然后他就变成他，他就会比较自然流露的一种表演，我想是这样。要不然就没有办法创作。我没有办法说，看一张照片，这照片很有名，然后我就把我自己放进去，我必须要知道我是谁对。那你拍的时候也是专门请一个摄影师去拍？不是，我就自导自拍。对。那样是不是拍很多遍？对，我基本上，就是我有点像。在一个镜头前面，我是有一个相对完整的表演，比如说我和戴安娜在这个聚会的场景上遇到，然后她是谁，我是谁，我以什么样的心态面对她，就是她在这个聚会上，她大概比如说她是哪年什么时间，她有这样一个聚会，然后我为什么会在这个聚会上，我遇到她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态，我会把这一整段表演在镜头前就是演出来，镜头只不过是抓拍。会拍多少张照片呢？不一定，就会很多，上百张甚至。我觉得会有上千张的时候，上百张然后你再去挑，上百张是最少的。我天哪，上千张，那最后怎么选择呢？很快，就是，其实你就是找那一瞬间，就是这一瞬间你的状态放进去，有化学反应，这照片就对了。然后。当然，就是你可能会选很多天了，比如说你选不同的状态，比如说有喜怒哀乐，你都表演出来了，哪种放进去对，这个态度对。比如说我认为我和戴安娜在一起，我不应该是哀，我不应该是怒，那我 OK， 那我就是以喜悦的，然后那我首先这个态度对，那就在这个态度里面再找就是更微妙的东西，就是可能你的嘴角你是笑到这样还是这样还是。全都不一样，所有的画面态度就都变了，所以就会这样去试。那为什么会翻白眼呢？翻白眼其实是后来翻的，就是一开始我拍没有翻白眼然后有一天我用那个手机有一个软件，有一个翻白眼的那个就是小的特效，有一个特别火的时候，是不是老翻白眼？对，有一阵儿。这个是什么？我实在不太明白，这是什么？就是像一个拍照滤镜。就是年轻人特别喜欢玩，就是拿手机自拍，然后加很多滤镜，只不过现在都是过度的美颜。对，我觉得以前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对，后来抖音出现的时候，也有好多那种滤镜，比如说你一拍你就变成一个橘子了只不过这是最早的一个特效。我当时就加上随便弄了一张，我就发朋友圈，结果大家特别喜欢，就觉得好玩，我就干脆把这个变成。就是作品，后来当然我又重新精致的去把它重新做了一个真的翻白眼。对，所以这种反差挺大的，是吧？对，因为我后来也想，为什么大家会更喜欢翻白眼的这个，就是我也就重新思考戴安娜是，就我认为她是什么样，我觉得她，她就很勇敢嘛，很朋克的一个人，就如果他看到这张照片，我的这个态度，我觉得是可能会符合他内心对很多东西的一种看法。他可能他对于我来讲是权势是名人，他对待他认为的权势和名人的时候，他也是翻白眼的态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对的，我就后来就改上了。明白。包括跟那个 Andy Warhol 那个，我看采访里就是你也试了很多遍，就是因为 Andy Warhol 他应该是。80年、81年、82年，对，82年到的北京。对，其实是当时我看是其他一篇文章，是一个香港的一个藏家，给他订了一张画，请他到香港来，然后说，我还给你们办了一张，好像是怎么着一个固定的一个去北京的旅游，然后他就去北京，不知道住了几天。他拍了，他带了一个摄影师
有一本专门的画册记录他在北京的这段旅程，在宾馆啊，然后去友谊商店啊，对，包括有那个长城啊，就是好多长城，对很多地方，天安门，对，那个对，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 Andy Warhol，就是在我考进艺术院校之前，就是青春期的时候，我就很喜欢他，但我不懂，我就是看到他的作品，本能的喜欢，我也觉得我不用。就是你的喜欢，你也不用去研究学术问题，说，就是他在哪个年代出现，什么代表什么消费主义之类的，你不需要，你看到你就是喜欢，这也是他成功的原因。所以，我做他照片就做了2张，就是因为我个人很喜欢他。做了2张，还有一张对，还有一张是他从井盖里边钻出来，拿了一个相机，然后我在上面揪他头发，就是一张彩色照片。那张我没见过，为什么？明白。对，Andy Warhol其实他这个人，我开始也挺感兴趣，但后面我就感觉，因为就是关注的太多的时候，他就会有一点，就像很多明星或者什么东西，国内经常会有的，就是说你红透了以后就会烂的那种感觉，就不舒服了，然后你又会挑选一些特立独行的时候，你就不太喜欢大众喜欢的东西，有一点这种。他可能现在。当然，现在我感觉现在这状态可能又开始有点被别人遗忘了，就可能今天又开始起来了一点。但是他说过的最有那个名言就是，每个人都可以对成名15分钟。对，所以感觉你们好像是同道中人似的。有吧？其实我不是一个读书很多的人，我也上学的时候你当然必修艺术史了，但是。只是一个，但我觉得对不起，我打断一下，你学在清华上的学，你还说读书不多，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反差。就像在中国，尤其是我这一代人，你读了一个好大学，不代表你就读书很多，你只不过就是聪明或者学习好而已，或者说你更适合应试教育，或者你找到了考试的方法，我觉得都是一种途径，能上一个好大学。我就是属于那种读书不多，但是我找到了考试方法的人。对，那你也是从小在北京上的？对，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明白。所以就这个，我觉得你身上有很多这种反差嘛，就是可能是不是也有一些矛盾？很矛盾。我感觉我的成长经历和我的个性是。本身就是撕裂的，所以以至于我在选择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也是撕裂的。我从小是，我觉得我是比较有想法的一个小孩儿。属于就是用我们家老人的话，就是天生就不太一样很有个性吧。就是他们的话就很有个性，但是。因为我的父母他们工作很忙的，然后我不是北京人，我是随我父母工作来到北京，所以基本上属于一个独处状态下长大的小孩儿，然后你又是一个小女孩儿，你的父母又平时不在你身边，你可能每天晚上睡觉他们才回来，所以你就会既保护自己，然后你的所有的想法的释放。只能是一个人在这个空间，就通过自己的想象。没有朋友吗？我基本不跟同学出去玩儿，就是我是会听父母话，安全的保护自己，然后平安的长大这么一个孩子。是什么星座呀？我水瓶座。水瓶座的是缺乏安全感的吗？我现在觉得我可能有点儿吧，但肯定不是一个很典型的缺乏安全感的人。然后，所以我是觉得我本身就有很多矛盾的地方，所以我在后来学艺术是我自己喜欢的，但我在决定就是真正考这个艺术之前，我有过很多别的理想。我小学的时候想当心理医生，因为那时候我发现好多大人特别喜欢跟我聊天，他们喜欢跟我说他们孩子的问题，然后我就从小就非常犀利，就啪啪啪就给他们说。后来我就发现他们也听，他们觉得特有用，他可能知道孩子怎么想的。然后我是很敢于表达的，可能有的小孩他不会表达说，或者说他没有想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然后我是特别喜欢思考，所以我就那个时候觉得我适合当心理医生。后来上了初中，我又想做这个律师，因为我就发现我太能说了，对，我就想当律师。后来上了高中，我又想做战地记者，就这样。后来我发现我学习没那么好，
就是如果想就是很顺利的考大学的话，还是搞艺术吧。因为我小时候喜欢自己画画。我觉得我还是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你学过吗？画画小时候？我直到我决定去参加艺考之前，我都没有正经学过，我就从来没跟老师学过。我喜欢涂鸦，就我一个人从小就说我自己在家里待着的时候，我一个人思考，一个人想象，我就画在我的桌子上，然后画在书本上。所有的同学都知道我的书里全是画的，就是画满了，画的什么老师啊，然后同学呀，对，讽刺漫画，而且是就是特别会抓特点。现在还有吗？那个应该没有了，那些书都、太可惜了。对，而且就我发现通过画我取得成就感。就大概我初中的时候特别喜欢画，比如说大家讨厌的老师，我就画，然后在各个班级，然后甚至年级之间就开始传然后就那个时候。后来有2个同学因为看我画画，他们去学画画了。哦天哪！对，后来我知道他们学画，我才明白，我就应该去学一学。对，所以就决定参加高考了，就去学了那种应试的绘画。对。那其实也挺累的，要从素描，我们之前跟那个老师学过。对，很累，学了3年，从高1开始。就是很辛苦，基本上高2也不学文化课了。就是特别专注的在画画。最后，那你考的是清华的，不是摄影系吗？我的本科是在鲁迅美术学院，然后研究生是清华美院。对，然后学到专业课考得很好了，又开始回去学文化课。然后当时因为已经落下很多课了。我就学到一个很疯狂的程度，就每天坐公交车过马路都在不停的看单词，然后如果上课有人打扰我听课，我不会直接说他，然后那时候还跟同学打架，就因为这些问题。对，就特别冲动，还真的就打人家。单词是英语单词是吗？英语单词。就我高考英语是将140分。就我从英语可能就是70-80分考到140分。天哪，全是你自己学的？就是在那种考前的艺术生学文化课的班儿，然后自己就学疯了。就是我高考那个时候，我找到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就是快速学习方法。所以我能分享一下吗？可以一会儿分享一下。其实后来我考研的时候也其实准备了很短的时间，大概不到2个月。那真是学霸级别的。我真不是学霸，就平时成绩都特次，特别差。但是考试你有一种方法就能一个是有决心。我都是因为我的专业课考好了以后，我就告诉我自己，我的文化课不能对不起我的专业课，我不能做对不起自己的事儿。首先给自己一个决心，然后第二就是学习方法，你要找到自己的学习方法。因为我发现我之所以就是学文化课的时候学不好，是因为我听不懂，就是老师的节奏和思路不适用于我。他45分钟的课堂，我的注意力只能集中前15分钟。对，我就对着镜子自己给自己讲，我发现我需要一个对象，然后我就能转换到一个传授知识的角色，我会更投入。因为我如果想传授给这个人，我需要先理解我所背下来的知识。对，所以在我给这个人讲的时候，我其实在自己去思考，对，我学到的是什么，然后你也能记住这个东西。对，我就最后是通过这种方式，每天照着镜子给自己讲。就是我基本上我们家人都觉得我已经疯了，不知道这人在干嘛，天天。但是其实后来你顺利的考了。对，最后就是也是第1名的考进第1名。对，就是我们这个专业。对。天哪。对，但是就是属于考完试就忘了。我可能是在考试方面属于比较典型的中国小孩儿。那你后来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会有点失望呢？会考没有吗？还是跟你的预期是差不多的？我之所以选清华读研究生，就是因为我不想在一个纯艺术院校里面再学习。就是在鲁美，它是传统的，就是所谓的8大美院嘛。它的这个教育是非常艺术化的，而且是有自己极强的传统。我们的这个训练是非常的，咋说呢？就是本来我为什么没有继续学画画，就是因为考前的这个绘画。我觉得我不想再画了。当然因为我不懂，说上了大学你可能画的就不一样了。只是以我当时的理解，我觉得没有啥意思了。我没有以前
没学画画之前，画画那么释放。我发现我也不会画了。你再让我画以前那些东西，我也不会画了。那你以前画的都是什么呢？就是类似于就是随笔画的这些漫画、涂鸦，特别形象的这些东西。肯定现在看来画的并不好。但是我说了，我觉得我有成就感，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画的很独特。后来画那些素描啊、油画啊，就是我就锻炼了一种就是模仿能力，就给我这个静物或者给我这个东西，我可以画的一模一样。但是你不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画了。我以前就是我没有任何对象，但是我知道我要画什么。那你现在呢？现在不画画了。所以我上大学偶尔想画的，偶尔去养养。所以我上大学就选了摄影专业。那个时候想法也是很单纯，就觉得可以买一个相机，成天出去旅游，就是大概就是这种理解，非常的小孩儿。但是我发现我学了摄影，还是在学画画，就是在暗房里面待了3年，把这个照片要洗的跟素描一样，就多少个调子。然后你们当时学这个也非常严酷的。一个班就这个戏你很多人，但是放大机只有15台。每天为了抢放大机，要6点半从家出门去抢放大机，然后泡一天。那时候还拍胶片呢。对，必须用胶。其实数码相机已经，卢美肯定是的。他的摄影教育就非常的，怎么说呢 ，old school 吧，就是这种。所以我认为就是艺术院校看到的天空就只有艺术。我就想去清华美院，因为他在一个综合的大学里面。结果就是跟我想的差不多，就是你到了那儿发现艺术并不是最重要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空，每个天空你听起来好像都比你还重要，就是这种有很大冲击。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又泡了几年，我觉得就非常快乐，跟之前比加起来就有7年时间，对吧？加起来有8年。8年，哇，时间也够长的。其实对，你没想过去出国吗？有想过，就是我当时是考研和出国是同时在准备。然后考研这边就是也比较顺利嘛。所以因为我后来我也不太想学英语了。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就读了。感觉挺随性的，你还是有些东西。我是感性，我不是非常随性。或者说我的随性我自己并没认识到。我就不觉得我随性，可能别人都觉得刘思林就特别那什么，我自己觉得我特别正常，我就属于这种。那对自己有什么就是很硬性的这种规划吗？也没有。现在呢？以前会有。现在其实从我工作16年，我研究生毕业就到故宫。中间这几年直到去年我都没有规划，因为故宫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养人的。它是就这个世界不管什么样，故宫有自己的节奏。但是也不是终身制了嘛，原来是终身制给你进去，现在也是应聘制。1年还是2年还是3年得对，会有合同。对，要续的。对，但是因为我们做的工作是和文物相关的，你急躁不得。所以这里面的人，就我周围的同事也都是这样子，就是感觉大家都是神仙一样。所以我就没什么规划，但是我今年从年底吧，我有去思考自己。因为我发现我之前这几年并没有什么改变。并没，但是我也没有特别享受自己这种神仙的生活，所以我就思考我到底哪儿做的不太对。我就发现我之前的每一步如果说走的比较顺利，比如说考试啊，然后包括做艺术啊，做作品啊都很顺利，是因为你有一个特别具体的压力。包括我一开始做作品也是因为你毕业必须要创作。只不过我很幸运这个创作比较好，然后我就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当我工作以后进入一个平稳状态的时候，没有一个压力只给到我自己的时候，我就因为我面临就没面临过这种情况，没有自己主动寻找过目标，所以就缓慢的怎么说就是停滞了很多年。
但我感觉这个无处不在就是一个非常自主的去寻找的、去创作的一个东西，对吧？对，当然这个缘起是做毕业作品，对吧？对。但是后面其实没人给你压力。后面没有，但是因为它成功，所以你会有很多动力。你会很享受创作，然后你知道有人在期待着看你的东西。当然也有很具体，比如说画廊在等着你的东西，然后展览在逼着你往前走。是这样。但如果我不顺利，比如说我现在在我目前的工作当中，它没有这种非常新鲜的刺激给到我，我可能就不会说非常的，不可能比别人更努力一些。对，这可能是我觉得就是说这种成功的，也不能说成功的，就是反正就是这种艺术家他们自我给自我的一种这种压力，或者是一些目标嘛，也不能说压力，然后他们就会去不停的去创作一些新的东西，对吧？对，而且我就刚刚聊天的时候，我想到啊，就是随便想的，就是因为在故宫，我的工作是我每天要面对大量的文物，我看到的东西。都是很终极的一些东西，你知道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就是这些。对。那你看到这个时候，你自己不会做了，你会经常，就我该干点什么呀？你知道吗？因为你觉得你比不过他们。对，我觉得就像我上学的时候，我也迷茫过一阵儿。大学的时候，然后直到有杜尚，当时我就想，我再怎么做也做不过杜尚。就如果我做观念艺术，我再怎么也做不过杜尚。他把这个东西已经就是你是进入他的这个语言和世界，你进入他的这个世界，你当然做不过他。然后到故宫看这些也是，当然我可能没意识到，但是我面对他们是会迷茫的。对，因为如果这么说，其实你就是做一个全新的东西，已经基本上很困难了，在艺术领域，对吧？能做过的、能想到的，不管是行为艺术、观念啊，或者是摄影，所有的都尝试过了。对，在我上班的第2年，就因为故宫现在展览是做得非常好的，那一年就有一个这个人物画展，在这展上我就看到一个我特别喜欢的画，就是陈老莲画的画。当时我不是很懂中国画，然后我看到这个，我觉得这个太厉害了，他画的那个人物的那个个性，然后你能想象到他在那个时代，他就是当代艺术，然后那一刻就发现哪有当代艺术啊，没有，对，就这种，这是我能总结得出来的。如果你浸泡在这个环境里面，你总结不出来的这种冲击可能会更多。所以我现在也是在调整自己。我之前的这个系列，大概在18、19年以后，我就有点进行不下去了。就是这个无处不在。对，无处不在。那时候已经做了6、7年了。对，对，我做了从12年开始，对，做了有6、7年了。做不下去了，自己没有这种动力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想。但是我感觉艺术家的创作还是跟随着自己的生活和心境在变化的。我现在就是心态就很好，就是我想做一些特别，咋说呢，就是特别的更朴实的东西，就是更能让自己觉得愉悦的东西。像你问我愿不愿意画画，就是我心痒了，我现在如果画画能让我觉得开心，我就想画，就是我每天面对的这些东西。把它用我最单纯的方式画出来。然后但我之前那种创作的很生猛的状态是属于一个年轻人的状态，就是一种初生牛犊不怕虎，全世界就是就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然后自己的理想也非常大，不管是心理医生、战地记者，还是什么当律师，包括我当艺术家，都是就是怎么说呢？我感觉我自己有点这个叫什么格局病吧，就是老想用自己的力量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啊。对，我是这样一个人，然后现在就是会把这个东西会
少一点这种更平和一些，更平静一些。有一个美国艺术家，你应该也知道那个女艺术家，所以一下就会有一个Cindy Sherman。对，Cindy Sherman，你怎么看她呢？Cindy Sherman 就我上学的时候，她是作为很重要的一个艺术家，我然后去了解她，然后到现在这么多年，我有关注她的 ins， 她还在不停的创作。她多大岁数了？她得有70多岁了。对，因为我觉得最早她60年代就开始做，对，60年代、70年代出名。对，他现在那个 ins 上的画风又非常的古怪，就是用那个手机滤镜，然后自己是一个白人老太太嘛，弄得就是像老巫婆一样的这种我觉得他的心态特好，就是他现在做东西，可能大家会说，因为他是 Cindy Sherman， 他做什么都行，但我觉得他还是只考虑自己，我就好多人说你是不是在有学习 Cindy Sherman， 但其实我根本没想过这个事儿，我自己作品就是从我跟她那个合影那儿来的，而且我感觉我和她也不太一样，就是她那个她是拍就是通过自己的一种比较很暧昧但是很典型的一种形态，然后让大家一眼就能看到他在表演一个电影对这样的一个东西，对然后我完全就是和这个想法没啥关系，他在投射说大家对一个这个女性符号的一种传统的观念吧，就我拍的并不是，但是你一看就是他是这样的，然后我完全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想的是有点像一个行为艺术，就是因为我做作品的时候是互联网，就是自媒体刚刚开始有，就是比如说微博，我上大学就玩微博，对，那10年前嘛，对，十几年前了，然后有豆瓣儿，就是啥叫自媒体呢？就是以前你只能通过网上看别人在说什么。对，官方在说什么，媒体在说什么，有自媒体就是别人能看你在说什么，那就有很多机会了。所以我是就是这一代人，我做我的作品就是想我做一些很真的这些照片，我发到网上去，大家相信了，他就成功了。对吧？然后我出名了，大家也认为这个戴安娜旁边人也是个名人，我就成功了。所以它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然后是由互联网这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东西，对，所以本身它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对，所以后来这几年我觉得有点这个想法不是非常重要了，是因为这件事儿发生了，就是现在每一个人，就是不管是网红也好，还是直播也好，就真的像安迪沃霍说的一样，每个人都有15分钟成名的机会。所以这个作品它的这个时代可能就已经过去了，对，已经过去了。但我觉得其实你就是做的还是比较的含蓄，至于世界上的名人，这历史上的太多了，有正面的。负面的，你挑的基本上都是正面的，没有挑负面的，一些什么战争狂、希特勒，对，或者比如说杀人狂魔啊什么的，开膛手啊等等这些系列杀手之类的，对吧？而且还可以，如果你要有功利性强的话，你能再把自己 post 到一些特别有争议性的人物，在中国或者甚至是被禁的人，那就一下就那什么。但是你没有去这么做，对，为什么呢？我一直都很注意这个，就是人物的选择，包括我自己表现的这个态度。像你提到希特勒呀，或者是一些很有争议的人物，像川普啊这些。对。我会就首先我很本能的不会去做他们，因为他们我并没有想通过这个照片的这个话题性。去让大家关注我的作品，就像你说的，它很含蓄，它更偏向于自然，它是一个很怎么说，平平常常的一张照片，其实我这些年接到过很多这种反馈，没有人主动说我去印证这张照片真假，是有一天突然发现它是个作品，就像我做了一张我和那个真的很多，就最早是那个我和张爱玲的照片。
在豆瓣上有小组在讨论，因为有人发现原作只有张爱玲和李香兰，没有第三个人，所以他们就讨论了很长时间。这第三个人到底是谁？对，就他们没有在讨论这件事，他们在讨论哪章到底是真的。后来是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施冉老师，他去论证说那个原作是真的，那是我知道的第一件事儿。还有一个就是我做了一个我和弗里达的合影，中间有一只鹰，然后有一天我一个也不是很熟的朋友发微信说他在一个养鹰的群里面，说大家在讨论这张照片，说讨论这2个女的还有这个鹰，没有人知道它是假的就是这个照片它就每天都发生在这个世界上，它可能给别人带来了一些你知道时候你会有所启发，你不知道的时候它只是你生活的一件小事儿我更希望我照片是这样，而不是一个被抛出来一个炸弹，然后让大家去疯狂的去探讨，这个并不是我表达的本意。就是你想让他自己也有一些自己的规律或者一个生活，这种对他有自己的一个轨迹，这样对吗？而且我并不是特别的愿意去沾染一些我hold 不住的，或者是我没有办法说服我自己的一些人物在一起。就像这样的争议巨大的人，我站在旁边让大家思考什么呢？他的指向性太明确了，就没有我作品的空间了。比如说我和梦露在一起，你可以解读的空间非常大。这是2个闺蜜，这是2个情敌，他们在干嘛？说你怎么想都行。对。但如果我和一个希特勒在一起，没有任何解读空间，这个无可厚非，就指向性是唯一的我觉得它就不好玩了。明白。你当时没想过会不会有人会侵犯版权啊什么这些？会去找你呢？有想过，心里还有一些期待，就是说如果他们都找我，就一定证明我已经火了这是这么想的，就是真的是年轻人。当然我现在觉得怎么说呢？就后来也有，比如说在这个卓别林的大型的展览上，就是在余德耀美术馆，他们还专门把我那张作品展出了，然后还有卓别林的他的后代，然后看我那个照片，虽然我没有去展览现场，然后他们是在哪儿呢？在上海余德耀美术馆做过一个特别大型的卓别林的大型展览。是哪年？我没听说过。应该18年。18年。对。我就觉得这也就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就你做的这个东西可以是所有人认可的，也可以是所有人不认可的，对，而不是就是很唯一的，就没有办法去。但我感觉更多的其实还找的是一些西方的人，当然可能因为西方人的这种就是公众人物更知名一些，是吗？东方的还是少一些。对，因为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自己成长的这个背景，就是90年代，到2000年，大概这个时间，基本上就是西方的流行文化对我这代人影响是超级大的。就我们小的时候看都是迪士尼，然后好莱坞听格莱美，基本就是这样。对，日本动漫、日本、韩国电视剧、日本动漫。对，所以他那个西方偶像，其实他们是塑造了全球的一种文化符号，尤其是20世纪的就是后半段，我自己的作品有人物是有从1910年代一直到1990年代。每个年代都有，但是很密集的就是在50年代到80年代，这个人物是最多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西方它的这种就是文化符号造星也好，文化输出也好，就是很密集的一个时代。所以我是在做我的作品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受西方文化影响这么大。那是不是受家里呢？也不是，家是一个比较传统嘛，你家里也不是啊，你周围的同学呀、朋友啊，都是看这些东西，对吧？我对我幼小的心灵冲击最大的是《泰坦尼克号》，1997年，我7岁，我看到对吧？画沙发上的这个，就是这种经历太多了，《狮子王》
就是这个音乐一响起来。还有什么呢？音乐那个音乐也是我每年就是听就是从格莱美的这个精选专辑里面去认识的这些歌手然后到我初中的时候就是 hip hop，然后我开始涂鸦也是这个时候，街头文化。那你觉得这个是好还是不好呢？肯定好呀，好就是它和你自己的这个土壤是不一样的，那有什么好呢？因为很多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全都就因为这个被那什么，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一种有意识的现象，就是让我们中国人忘掉自己的老传统，忘掉我们的根儿，然后渐渐的瓦解我们这中国的社会，你不这么认为吗？我觉得是这个太就是怎么说呢？不能去否认他这种说法，但是我不相信世界上有就是100%power 的阴谋，当然肯定有很多人没有受到这种东西的冲击，但我认为，如果你是一个外国人，你从小了解到了其他地方的文明，这是一种好。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从小了解其他地方文明，这也是一种好。也可以不是西方的，也可以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这都可以。但是如果你就只专注于自己的这部分生活的话，那你所经历的东西就太没有意思了，对吧？你怎么去很难未来去接纳别人，去接纳跟你不一样的人，你怎么面对他？对，我看到你是混血，你是怪物吗？对吧？你为什么说俄语？清朝时不就是这样吗？把所有的洋人就叫白鬼子，就是怪物，觉得毛多，脸又白，然后就是很奇怪的跟我们不太一样的物种。所以我就觉得是，我也相信它是好的。然后我自己也是，比如说。我通过创作，我发现我对西方的文化很喜欢、感兴趣。我这个时候也意识到，因为比如说这个时候故宫火了，我才知道，哎，中国传统文化也挺好的，是吧？那文物也很漂亮。就说很直白啊，就是我会发现，那我对中国文化其实没多少了解，对，那就影响我做选择。那我本来我上学的时候就想，毕了业以后就做职业艺术家。天天活在这个如何打败杜尚的这种观念里边，那你了解到就是还有好东西，那你就换一个土壤，再去见识见识。我就是一直这样子。明白。刚才说你可能会更多的聚焦到自己的一些感受上，在创作中。那你现在的感受是什么？我希望我能过得更清晰，就是我发现我的生活被太多的东西所左右，就是我每天我会沉迷于上网，刷视频，然后我周围的人也会在探讨，比如说在探讨狂飙，你会有很多时间被占用，当然了，就是我现在要求我每天，比如说我每天开车的时候，我以前都习惯听广播，我现在要求我自己就是安静，我在锻炼让自己，去面对。就是主动的去思考，我过去的思考更多是，比如遇到一个东西去激发我了，然后我现在是把它培养成一种习惯，我每天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就开车时我就是用来思考，但是不用说很努力很主动，说我必须想清楚什么，但是当你安静下来，你放松下来时候，有很多东西很清楚，然后我创作也是这样，就当我安静下来的时候。我发现我最想做什么这个东西非常朴实，就比如说我过去我认为我的创作是很当代的，它和我做的这传统的工作是撕裂的，我现在就想面对我做这份传统的工作，就是这个我无法打败的对象，无法超越的对象，我能不能就是用我的真心再重新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文物它是完美的。我能不能不管你是拍照是画画还是你做个雕塑还是装置，你能不能面对它，你不用去超越它，你把它表达出来，我现在就想做这个。他们说那种顶级的文物或者说是艺术品气场都不一样，你接触过吗？你应该接触过吗？在故宫就比如说对，价值连城上亿几十亿的那种字画，它拿出来的时候气场是不一样吗？跟普通的一个
在咱们在那琉璃厂买的那个100块钱字画？就是你首先，还是看的人能欣赏，你才会感觉它不一样。不然，比如说你每天都面对很普通的工作环境，你如果没有你没有独特的眼睛，你没有看过足够多的东西，你不懂的时候，你看啥都一样，就太平常了，对吧？你每天都在看这些，每天都看这些。你接触过的最贵的这个这个艺术作品是什么啊？太多了，可能每天都好多亿的作品。今天接触的是什么作品？今天能记住的，或者这一个星期，我觉得确实很多，然后比大家都了解的吧，比如说《千里江山图》在江山图展出之前，可能有一些，因为我们部门是文物修复，我们做文物摄影也不是说就是说要把它拍得多漂亮，用于出版，更多的是一种能够对修复产生帮助的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法，包括一些科技的手段，所以它作为你的工作对象的时候，你肯定会有自己的，就你跟他独处的这个时间，你会产生自己的感受。你跟那个千里江山，我没有跟他独处，还周围还有别的同事。对，我知道。那时候什么感觉呢？什么感觉啊？就是顾不上自己有什么感觉，就是能多看一眼就多看一眼，真的就是很贪婪的在看他。真的那么好吗？好啊，真的好呀。他的好在于他的。它有很多细节嘛。那现在说到具体的，你下面会做哪方面的？还是跟摄影相关的吗？还是绘画？还是综合的？还是录像艺术？我想会是综合的。综合的。内容可能就是我的这些工作对象。就是跟故宫有关的，跟古董有关的，可能跟文物有关系吧。传统文化。对，我过去做的都是我自己做的都是人。我也曾经想过说。这个Cindy Sherman拍了一辈子自己，我能不能也拍一辈子自己？我有较过这个劲，对但现在看好像不行似的，是吧？也不是不行就是我把这个，它是每一个时期那个内容都不太一样，对然后形式基本上就是自拍，比如现在就是这种叫什么呀？就是手机时代，它就用手机自拍，它一直在自拍。然后我想的是无处不在，它本身是可以做一辈子的，就是你在不同的年龄段，你的面貌发生变化，对，然后你的世界也不一样了。过去我的世界可能就是一个单一的对象，对，现在我的世界，比如说我前年做元宇宙，就是把里面的很多元素加进来，就是我关注的东西不一样了。然后现在就是我想把传统的这个东西做进来。那你会不会把自己私生活也拍进去呢？就是有些人会把自己的家庭，然后有孩子，我把孩子也拍进去，把自己的爱人。因为我刚有家庭，我也不知道。对，我可能不太会。还是会保护这一块的。不是为了保护吧？就是我觉得我不擅长做这件事情。不是，就是跟老公一块儿去拍，跟名人摆拍。现在不是你了，就是还有你老公一块儿，然后后面还有孩子，会不会呢？这样？不会。这个我还是愿意自私一点，就是我愿意自己去想这些，这过程很过瘾我没有办法带上别人然后它会变成你的生活一部分吗？就是你有故宫，你有你的艺术创作，然后你有家庭，你的爱情，最后你有孩子，这都会变成你生活一部分。那我也说不准了。你要分开。我不知道我未来会不会拍他们。但是我过去，我觉得我在这方面，兴趣不是很大。就是拍私生活，拍私摄影，然后包括很纪实的这些东西。对于我来讲，我是一个很喜欢发挥自己想象力的人。就是我的大量时间都是在联想、幻想。真的。对，就是我也控制不了自己。感觉你应该是因为90后嘛，现在都应该是
特别喜欢社交的00后、90后，特别喜欢热闹，不喜欢那种独处的。我20多岁的时候膨胀过一段时间，就是那段时间，发展的很顺利，然后你的展览特别多，圈子里的朋友特别多，当然你也特别想交朋友，你渴望看到就是这个行业里面的人都是什么样的状态，对，过什么样的生活，就那段时间就是比较的那个什么，就是也很疯狂。我每周，比如说啊，我上班如果这个没什么精神或者没化妆，同事就说昨天晚上蹦迪啦，就是都知道我是这样，然后每个周末都会跟朋友出去，玩到半夜，就是。说实话也挺快乐的，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需要经历的一个过程吧。对，非常的自在。然后那段时间我住在故宫对面，然后就是为了每天上班，我骑车5分钟就能到，住胡同里面。然后呢，出门都是好玩的好吃的。后来我又去住三里屯我就喜欢挑这种地方。那你觉得在中国，就是说女性艺术家有没有被歧视呢？我始终觉得我挺幸运的，但是我这一路以来遇到的帮助我的人，包括我合作的画廊，然后藏家，说实话，真是女性多，也经常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你有没有觉得有受到歧视啊，或者是有哪儿没有男性艺术家那么顺利，或者怎么样吧，挺多的。还有人说你作品是不是就有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因为你是女性，所以就打一个这样的标签。对，就是这是很天然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以前不是特别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我做这作品的时候没有思考女权主义。后来我渐渐就理解了，就是可能别人看到了你自己还没意识到的。就我首先是女性的身份，然后我做作品的开始也是和女性站在一起，对，然后有一些我在社会上没有经历的，不管是歧视啊、不公正的待遇啊，只是因为我幸运我没有经历，而这个幸运可能是你用其他的代价来平衡的，比如说你受到好的教育，你有好的工作，这些都是能够相对抵消你那个不公平的东西，但是可能有些人或者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幸运，所以你不能回避或者说否认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很多人不说这个中国还是相对这边比较保守，就基本上还属于一个男权的社会。你看所有的领导、一把手，方方面面都是男的。我们当然就是说从这个建国以后，就是接受社会主义传统，这个妇女也能顶半边天，什么妇联组织啊等等，就是说其实包括在政界、商界，真正的女性比例还是要比欧洲、美国要低很多的。对，我觉得就是这个，所以说天然的，包括教育和我们传统的思想也是这样。对，男主外，女主内，女的不生孩子就不是好老婆。我昨天和我先生两个人在就是打闹闹开玩笑，然后呢我说一个什么他听错了，他说他听成我能给你怀孕，我忘了我说你怀什么，他就是听成这个，然后我脱口而出，我说你要能给我怀孕，我给你彩礼。然后我说这句话，我就彻底懵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脱口而出这句话。后来我们俩就经过半个小时的探讨，当然一直是我自己在反思。他听了是不是难受吗？不难受，不难受啊，就是对。然后我就我的这个本能的反应去探讨，就是刚才你说的这种天然的不公平，比如说他们，然后我先生问我，那你觉得什么是公平？就是完全平等。我说不是完全平等，因为不可能平等。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女生每个月是不是应该多休息5天啊？我真的很难受，我没办法。那个正常的工作，对然后而且个体差也很大。我说如果真正的平等，你应该多给我5天假，但是这没有做到，这是最基本的。而且我又想到，就是我周围，比如说我一起毕业的同学，有在大企业工作的，
为什么就是一直没有要小孩儿？他想要小孩，但一直没有要，就是因为，比如说他在阿里，他要升到 P8，他有这个时间，如果这时候他就生孩子，因为我不是在这个环境吧，我没有为他想过。我昨天说到这儿的时候，我就突然理解他了，我就想这样的人是大多数，那你说啥叫公平啊？就是没有办法做到。不是说我和你一样，比如说现在我们所强调的这种平等，说比如说结婚，你给我彩礼，我回你嫁妆，这叫公平吗？可能对有些人来讲是公平，但如果对于一个农村的女孩，一个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女孩，这就不公平，因为她是等于她用一笔钱购买你的生育价值，你的劳动力，你这个跟城市里的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性质，所以你很难说用一个口号，就是平等、平权、女权去要求所有人。对，它根据这个社会发展、国家发展等等综合的这个情况有那个什么，但是还是希望就是说往好的去发展，就是对，最起码就是说，但是就是男性很难意识到，就是这个对，很难意识到这个社会的设计。是为男性设计的，就像你说最基本的生理的，上厕所、例假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去为女性去考虑。你现在是有一个画廊在代理？我有合作的画廊，在北京有一个，然后在欧洲有3家合作的画廊。有3家，为什么要那么多呢？因为每个国家一家。也不是，就是其实我。在北京，我是先在国外被大家接受的，被大家看到，包括之前有获奖的经历，也是国外的，然后展览也都是在国外做。先开始在国外做，然后就是疫情以后，就是在19年、20年，20年我才合作了国内的画廊，然后开始频繁参加国内的一些展览。之前都是在国外。对。一共参加了多少展览？太多了。对，这么多，30、40有，然后个展也有6、7次吧，都在国外，都在国外。对，有一个小小的展览，但是那是你不是跟名人的系列，我看那不是特别清楚，就是另外一个系列你自己拍的一些自拍像，对，黑白的是吧？对，那个叫什么呢？系列？那个叫我造了一个词叫 App Me， 就是 App 就是手机的 App， Me 就是自我自己然后那个是因为是用一个手机软件去拍的，它是这个软件。现在已经下架了，因为那个作品也是15、16年的时候就开始做，它就有一个软件，你可以上传自己的滤镜，然后是人物的，它里面也自带很多滤镜，这些滤镜就是从，也是整个20世纪每10年它有一个包，就是打一个包，然后这里面有各行各业的人，也有明星，有普通人的滤镜，然后你可以把你自己的脸合成进去。就是你通过自拍把自己的脸合成像那个明星的脸，还是就是是你的表演，是你的表现，你的脸。
但是它的这个轮廓是这个名人的，所以你看这个照片，你会觉得很熟悉，这不是赫本吗？又不是，对，然后也有一些这个历史不同阶段的各种，比如说也有工人，还是印第安人，什么都有然后你也可以自己拍一些。就是你可以拍你自己或者拍别的人，然后做成滤镜放到里面。是国外的吧？软件？国外的，已经下架了。对，很多年，我最近看已经没了这个软件。那你做出来那些就挺有意思的。对，我就我自我表演了一系列的人嘛。明白。好像现在在北京那个双年展也有你的作品，对吧？对，北京双年展有一张我去年做的最新的作品，就是跟达里的那个。对，跟达利。那张照片。就是看起来是一个场景，但实际上它这个达利然后我和这个照片里的人和照片的场景是分别来自于不同的照片就过去3层，对，过去我是找一张老照片把自己放进去，现在是我找很多的照片把这些元素拼成一个越来越复杂了。对，没想过做录像吗？也做过录像，我做过一个系列录像叫Siren， 就是警笛就是我和比如我的 Everywhere 是我和名人在一起，然后警笛就是我和现实生活中的人在一起，也是各行各业，比如说我去吃饭，我就去后厨找厨子，然后我大街上我就找环卫工人。你是跟他们合拍吗？拿着手机合拍，然后一起做对口型报警的表演。还有去南方一些地儿，就是有意思。这个在国内好像没有展过，没展过。对。那下面还会做一些这种录像的东西吗？不一定。就还是看。对，因为我心里有一个没完，就是我心里有个疙瘩，这个疙瘩就是我想把我在故宫的所见到这些东西，重新塑造出来。明白。这个是我现在最想干的。然后其他的，之后吧。明白。可以同时做吗？没有那么多精力。生完孩子就更少了。别提这件事。别提了。那你现在最大的焦虑是什么呢？我没有什么焦虑了。因为前2年焦虑的太严重了。前2年是疫情开始那第一、第2年就是我看从20年、21年、22年这3年。就焦虑的巨严重，尤其是21年。后来到21年的时候，我体检的时候发现我自己生病了。就做了一个手术。那个时候，就是我没有主动的说我病了，然后我就得改变，没有这样。但所有的改变是很自然的。我有回看，整个人的状态有变化，有不一样。是不是因为焦虑引起的这个病呢？也有一部分有。对。怎么会那么焦虑呢？因为我那个病主要就是因为焦虑引起的。你没有丢工作？没有。你周边的人都健在？
你自己也没发生大事情，为什么会这么焦虑呢？外在的环境还是什么？我觉得还是对自我的一种焦虑吧。外在的环境肯定是一个神助攻了。因为你不能，比如以前你经常出国，你去不同的地方你是一种调节。然后你不停的展览。有事儿做，人很忙。那一下你停下来。你停下来的时候就会想很多嘛。想很多，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做。就焦虑了。也是一个可能成长或者是一个生活的阶段。对，而且这种焦虑是你不知道，就是你把所有的道路都想了，但你不知道未来会不会好。就是不像小的时候，就是世界给你呈现出一副有希望的样子，你知道你只要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你努力，明天会更好。但是我这2年我就是在发问明天会更好吗？就我想了各种各样，我就觉得不会，所以焦虑。那现在呢？疫情后呢？这个观念现在就是我认为明天不会更好，但是我要过好每一天，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我创作要让自己觉得，让自己心里觉得好。因为那个好不好很难说，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没有对比，也没有办法对比。你对比什么叫好呢？如果论这个吃饱的程度，明天会更好。如果论精神焦虑，明天会更差。对每个人来讲都不一样。所以对我来讲，这不是一个question。那你最喜欢的艺术家，国内国外的？我觉得现在没有。以前曾经有过，每个阶段都有过。现在这个阶段可能就还是面对具体作品的时候。而且我会更关注跟我同时代的艺术家。我以前会去比较喜欢研究这些大师。然后我现在就是很关注我目前同行业、同节奏、同一代的这些艺术家。比较年轻的。现在也有00后出来的。我感觉看到他，我是在寻找一种希望，就是看到就是给我自己一种动力，就明天会不会更好？你看看你身边的人有没有更好。好，我知道今天其实挺特殊的一个日子，是你的生日。对，我就说想看看你就是给自己有没有什么祝愿，或者你觉得给自己别扭，就是说你作为一个你的闺蜜或者你的亲人，想给自己祝愿什么？其实我每年都会生日这一天写一句话送给自己，发在朋友圈里。我今年想说的话就是，我希望今年我会比我以前再努力一点，比我周围的人再更努力一点。就是我的愿望。对，就是我最强烈，就我最大的感悟就是时间不是线性的。如果时间是按过去、现在或未来发生的话，那我现在做什么都改变不了过去。但你说现在你能做什么？你能改变过去吗？你认为可以？可以啊，就是说，比如说我穿越，我为什么要和他们和解，并且他告诉我他能和解？因为他们会影响到你的未来，不是你的现在。或者是影响你的现在和但我是和我前世认识一个人，去和解。我觉得更多是心理上的，就是说是你的态度变了。我觉得不是他们和解，其实是你内心对他们的态度变了，然后会影响到你现在和你的未来。如果你那个态度不变，那他们还是会一直影响你。但这个就太怎么说？这个就特别就太理性了，太理性了，太理性了那种解释方法。对，这个有点像我说这种感觉，有点像那个星际穿越。就是他为什么那个父亲
他到了4维空间以后，他通过那个书给他女儿提示，而且他一直在给你的女儿提示，就是说时间并不是线性的，对，就是说过去、现在、未来是在同时发生的，所以你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既会影响未来，也会影响过去，但这个我也解释不了，只是说我的经历让我下了这样一个结论，然后不然这事儿就不成立，那我还跟他道什么歉呢？既然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我就不用道歉了。但是他说你应该道歉，应该和解。可是这个前世的人，他今生是谁，我也不知道，我也找他今生道歉。真的，他那里面说的是要找今生的人，不是，我就说不然的话，对吧？那你一共做了几次呢？这期好像有3、4次，就是你个人的，不是说你陪着朋友去做。对，我个人的。我3、4次，每次2、3个小时。对，在里面你会觉得很快。就跟看电影似的，可能那个节奏会更快。哎呀，还不是看电影，它怎么说呢？就很像，就是人都有一些迷茫嘛，就好像你把你的所有的迷茫都要去找寻答案，然后它这种特殊的能量会给你开这个悟，你会找到答案，大多数问题你都会找到答案。找着答案以后就什么呢？就释然了，还是就是生活更轻松了，还是没那么纠结了？找到答案就跟你平时好多行为也一样，平时你要做好多事儿也是为了就是找到答案。然后你找到了，你也不知道你怎么样，是吧？你自己有一个什么变化，你也很难说得清楚。这个就是很快给你找到一些答案。反正就你觉得还是说对你有帮助的。这个我觉得有很大帮助，但这种帮助并不是很具体的说他给我解决什么问题。我不记得他给我解决过什么问题。但是我有很多自己的领悟，就像我发现时间不是线性的。可能我从那个星际穿越的那个电影我也看过4遍，我很喜欢。如果不是我自己亲身经历，我不会相信他。就是这样。所以你说的那个，就是说那个变成人一直往那个爬，那个画面感特别的那什么，还遇到过什么呢？好多呀，就是奇门遁甲里面有啊，就是比如说你要问一个问题，道士这法师他是要请，就是首先你穿越过去，你是到了一个叫元神宫的地方，元神就是人的意识。这个元神，这一会儿又说远了没关系。就是元神这个词，就是吕洞宾管它叫元神，然后荣格把它翻译成意识。然后你到你的元神这个地方，你就等于你穿越过去了，穿越到时间其他的维度了。然后你这个穿越之旅呢，你会有2位将军，这个专业的话叫将军，你就把它想象成2个神吧，或者2个公职人员，他在帮你办一些事儿。比如说我现在想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你一定要请一个神来回答或者帮你解决。那2个神穿的是现代衣服还是古代衣服？看不清楚，可能每人看到也不一样。然后这个将军就会帮你请神，请哪个神是法师说了算。比如说法师说我们请袁天罡、郑天师、九天玄女，将军就会把他请来。神的样子你也看不清楚，但你不请是不会有神来的。然后我问我为什么会去故宫工作的时候，我还没有请神，我只是刚想问这个问题，就自己来了一个人，就走到我面前，大家从头到脚都是白色的，一个男的，然后我就问他你是谁，他说我是太上老君。然后我就说你跟我问这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吗？然后他就给我一个画面，基本上你问的所有问题都会得到一个画面，这个画面就会让你明白，你就得到答案。他就给了我一个画面，就是我在抄一个账本，这个账本就是天上的宝贝，就是天上的各种宝贝，我在记这个账。然后有这个画面以后，他说你的账还没记完呢，你怎么就离职了呢？然后他就走了。后来我就想，难道是我上辈子活没干完，这辈子还在这记录宝贝地上的宝贝？
就好多也有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真有意思。当然还有一些特别说不清楚的，比如说那个，好像那年我要犯太岁，然后我这个朋友很好心说你去拜一下太岁吧，我就想要太岁是个神吧，应该是，结果我过去以后，就直接感觉到了一座巨大的山底下，然后他说你就在这儿拜，我就在这儿拜，我就想我拜这个山干什么呀？然后我就最后拜完了，我抬头，我感觉是太岁像山一样大，就是它太大了。后来我出来，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为什么这太岁像山一样大？他说太岁就是这么大。然后自己上网查了查，太岁就是特别大。怎么会那么大呢？我以为是不知道。还有一次是那个说那个见五鬼财神，他就说了这么一个名字，当然我不知道什么叫五鬼财神，但他说完见五鬼财神以后，就我的这个眼前就是开始依次出现5个不同颜色，而且是有顺序的鬼脸，但是并不恐怖，然后出现一个什么颜色，我就会跟他说，我说他是什么哪方财神是，他说他是哪方财神，他长一个什么颜色，然后我就复述给他，但是我完全不知道这个东西。后来我也是像京剧脸谱似的那种的，不是，就是鬼就是像也不是骷髅，就是你看过藏传佛教那种狰狞的那种东西吗？但是不可怕，你看着。我不觉得可怕，然后我也是，因为我想自己查，我一查，这还真是就是一模一样，给你看的。对，我天哪！还有一个更搞笑的，就是就是请袁天罡帮我解决问题的那件事儿。袁天罡是谁？袁天罡是一个神。然后，就是我说我想调节我的家庭矛盾，他给了我一个日期，然后他走了，他就从我的元神宫再往外走，他快走出去的时候，他回头朝我笑一下，然后告诉我说：“你这儿挺好啊，我还会来的。”然后他就又继续走，然后这个时候我朋友喊我，他说：“祖师爷走了吗？”我说：“马上走出去了。”他说：“快把他请回来，我有学术问题要问他。”然后他就通过我传达这个学术问题给祖师爷，祖师爷给我一个答案，也是个画面，就是画面里是9宫格，然后不同的再闪一些什么东西吧，然后我就看到什么复述给他，他听得懂，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后来我就在想，他为什么走的时候，就是告诉我说我还会再来的，就是他知道有问题在等着他，我还得把他叫回来。我自己这么想啊，就是挺有意思的。那么神，天哪！那你接触的时候没有恐惧感吗？那些他不会给你一种那种害怕的感觉或者什么？没有恐惧感，没有。然后我就在想，它和心理催眠的不同，就是心理治疗的催眠，它是会让你想起，比如说你小的时候，就是很多蒙上灰尘的记忆，它会对你造成影响，但是你忘掉它了。它是就是你这辈子的记忆，然后这个奇门的穿越就是你不同生命中的这个记忆都会浮现出来。那有过多少呢？就上百上千的？那不知道，就是你要有精力，天天穿越就能天天看到不同的内容吧？也许。你现在还会去做吗？不会。为什么？他不再做了。他不再做了。对。